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这个麻糬啊，给的超级厚的，基本上有麻糬的面包，我还没有吃过这么厚的。这一个产品的话，我是觉得芋泥的味道很低，它全部都是金沙的味道。饭团的基底，它是用炒饭下去做的饭团，蛮特别的。我好像也没有吃过用炒饭做的饭团。整体的话，它的酱偏有一点点甜，所以就是咸甜咸甜的，然后配上烧肉。本身也还算好吃，我觉得有一个很加分的一点是，它有一个味道很好，就是它多了一个9层塔的味道。大家好，我是 Jesse， 那我们这一集的话就是6月这期全家的第2集的影片。对，因为这集 Seven 跟全家的品项都比较多，我们都分别分2集来帮大家开箱。那这集的话，还是以很多像上一集一样有一些芋头的产品为主，我们就一一帮大家介绍。那第一个的话，要帮大家介绍的是，也是这一期的一个芋头产品是石臼系列的紫米芋头麻糬软欧。对，这个就是石臼系列。大家最近应该可能近1年有发现，其实每一期都会有石臼系列的一些产品出现。好比来说，像是 Seven 会有五宝村的，那全家会有这个石臼系列的，那它其实也还蛮受欢迎。它标榜着可能面包的口感，还有它的原料成分。都是蛮广受欢迎的，那我们就帮大家试吃看看这一期的这个紫米芋头麻糬软肉这个口味，这个石臼系列的。帮大家试吃完这个石臼系列这一期的紫米芋头麻糬口味的这个软欧面包，这一期啊，它这个麻糬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这个麻糬啊，给的超级厚的，基本上。有麻糬的面包，我还没有吃过这么厚的。那我觉得这个在口感层次上，我觉得是蛮加分的一点，因为其实像石臼系列的，他们面包属于类似五谷或是全麦面包为主，本身的弹性就会比一般的面包还来得好。这个我们就不赘述了，因为大家如果有吃过，大家就知道。对，然后它的麻糬的话又更厚，所以2种层次都是蛮有弹性、蛮有嚼劲的这个面包，我觉得口感是蛮加分的。那还是一样，石臼系列他们主打的是可能稍微比较中低糖，然后比较天然、比较自然的原料为主的话，我觉得这个算是一个蛮健康的产品。就连它里面的这个麻糬啊，都属于可能也是1分糖，甚至2分糖，顶多就是2分糖的这种甜度而已。所以整个面包我觉得它可以吃得很饱，又很健康。那口感的话又很好。如果吃过石臼系列的话，大概就知道，就是石臼系列的话，基本上会比较走比较低糖、微糖或是无糖的为主。对，大家就自己去评估。对，那面包的口味我们就不赘述，因为它大致上就属于比较中低糖的。那整个口感还有它面包大小 CP 值，我觉得还算是蛮推的。那接下来这个是这一期的这个松饼，就是也是全家几乎每一期也都会出一些不同口味的松饼。那这期出的这个是芋头的芋见金沙松饼，对，它是芋头松饼，就是金沙跟芋头的松饼，给大家看一下。对，那我们就帮大家试吃看看。试吃完这个芋见金沙松饼以后，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松饼就跟一般以往的松饼差不多，也是属于比较甜一点的松饼，跟前面的那个石臼系列反差会有一点大。对，因为石臼系列是属于很微糖的，那这属于中高糖的，所以大家可以自己斟酌。那跟这期前面有介绍的，就上一集有介绍有些金沙芋泥的部分的话，之前的话是金沙味道很低，那这一个产品的话，我是觉得芋泥的味道很低，它全部都是金沙的味道，芋泥味道反而很低很低。我个人观点啊，可能也不一定是对的，就是全家在做这个芋泥金沙这部分，它的调和跟拿捏可能那个比例还要再稍微平衡一点，因为要么就是都是芋头味，要么就是这个产品都是金沙味，就好像没有吃到一个是比较综合的。我记得以前 Seven 有出过，就是也是芋泥金沙系列是很平衡的，但全家这个部分我觉得稍微要加强一点，因为它是好吃的，金沙味也还蛮浓蛮好吃的，但是就这一个产品，我觉得就好像吃不太到芋头味。对，大家可以尝试看看。这个的话，我觉得就是普通的一个松饼，我觉得也没有到特别超推啊，就是普通的。如果你想要尝试芋头金沙这个口味的松饼的话，你可以去试试看。对，但我觉得其他口味比较出色。好，接下来我们要介绍这一期的一个饭团，它是香辣酱鸡肉炒饭饭团，是这是这期出的一个饭团，顺便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就知道。它的饭团的基底，它是用炒饭下去做的饭团，蛮特别的。我好像也没有吃过用炒饭做的饭团。
那我们试试看。那这个话，应该是不知道会不会很辣，因为它是写辣酱。吃完这个香辣酱鸡肉炒饭饭团啊，其实我觉得这个饭团本身还算蛮好吃，它的炒饭炒得蛮香的，就是以前一般都是糯米饭当饭团的基底，但这一个是用炒饭当饭团的基底，但是有一个缺点啊，就是糯米的话比较黏，它饭团会比较紧实。这个炒饭的话，它稍微比较，因为炒饭毕竟很多人会强调像什么粒粒分明的感觉，就它炒饭会比较松散一点，所以会咬起来没有像之前我们吃过饭团那种比较扎实的感觉，但是我觉得也不错，是另外一种感觉。而且它饭体里面的那个香辣酱啊，除了有点辣外，我觉得它还有一点点甜的，有点甜辣的感觉。那这个辣度不会很辣，我觉得大概就是中辣以下一点点的，也没有到中辣以上，没有到很辣哦。所以如果你不能吃到很辣的话，这个我觉得是一般人还可以接受的。然后它的肉还蛮嫩的哦。它里面这个鸡腿肉的话，就是还算蛮嫩的鸡腿肉，我觉得是很好吃的。整体还算蛮新奇的，因为又是炒饭的饭体，然后很香，然后不会到超辣，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还算蛮推荐的品项哦。接下来是这一期出的一个便当是炙烤的酱香烧豚饭。这个炙烤的酱香烧豚饭给大家看一下。那其实这个就是一个烧肉饭啊，它打开就是这样，它就是一个烧肉饭，还蛮香的。那它蒜给蛮多的，然后还有泡菜，帮大家试吃看看这个烧肉饭感觉是怎么样呢？这个酱香烧豚饭就是酱香烧肉饭，我就直接讲它叫烧肉饭好。它的肉给的算是蛮道地的日式烤肉的感觉，但是我觉得可能因为微波关系，稍微偏比较干柴。但是我觉得它整体的酱啊，它酱是很香很好吃的，就是标准的有点像烤肉酱，日式烤肉酱的感觉，不是台湾烤肉酱啊。整体的话，它的酱偏有一点点甜，所以就是咸甜的，然后配上烧肉。本身也还算好吃，但是稍微干柴一点点。整体的话，整个便当我觉得还不错。就是如果你想要吃烧肉的话，而且它蒜给的还蛮多。如果喜欢吃蒜的，会蛮喜欢。像我本身属于比较偏有一点蒜味的，不是到很喜欢超浓的蒜味啊。但是有一点蒜味，我觉得还蛮提味的。所以这个我觉得还算是小推荐，没有到超推荐，因为毕竟还是有很多没有到很好的地方啊。但是它的酱本身蛮好吃的，肉也还可以，只是偏干柴。接下来的话，这是一个全家的冷冻食品，它在冷冻柜里面的哦，所以它微波一样要微波大概7到10分钟。这个是熏肠起司通心粉，妈妈主义系列的。那妈妈主义系列基本上很多都是冷冻系列的，如果大家去搜全家妈妈主义就知道。像这个是一个通心粉，对，通心粉的话，一般的话也比较算少见啊，比较常的话是意大利面或者是笔管面，帮大家试试看看。这个通心粉可以呼应到像我们上集 Seven 有开箱一个不知道是什么的笔管面焗烤，它也是冷冻食品。对，但这个通心粉我觉得它的面体比较硬，没有那么好吃不 Q， 就是已经有点到没有很 Q 的感觉。对，它酱的话也没有到很有味道，但是它的起司味很重。那除了起司味以外，其他的一些本身的意大利面的这种酱料，我觉得没有什么味道，就水水的，但是起司味很重，因为它起司好像给蛮浓的。比起上一集我们有介绍 Seven 那个焗烤，它的焗烤部分来得更好，表现更好，但是面体偏硬，不 Q 偏硬，所以这个我没有很推荐的，因为我觉得这个口感不太好。然后本身除了起司以外，其他的味道像肉酱味或者它里面的香肠的这个味道，我觉得都属于偏没什么味道的感觉。除非你很怀念这个通心粉，很想吃这个通心粉，不然的话，这个我倒是没有特别推荐的一个通心粉意大利面，那大家可以自己斟酌。接下来的话是他们另外一个便当是酸酸辣辣椒麻鸡饭，这个是他们这一期出的一个椒麻鸡饭。这个椒麻鸡饭啊，其实它给的这个椒麻鸡算蛮多蛮大块的哦。对，就是肉眼看可以看出来，其实它是蛮大块的，跟以往的便当比起来的鸡排其实偏大。对，我们帮大家试试看看。吃完这个椒麻鸡饭呢，其实我觉得这个椒麻鸡饭蛮道地的，就是蛮泰式的椒麻鸡饭。它基本上它没有太多的配菜，它的配菜就是像凉拌的洋葱跟红萝卜。整体的话，他们配菜调的味道其实还蛮道地，就是也够酸。然后辣的话大概介于中辣到大辣中间，没有到微辣啦，就是中辣到大辣中间，算是有点辣。所以怕辣的话，大家可以自己去参考一下。然后鸡肉啊，就调的我觉得很棒，很够味。第一个，它的鸡肉的口感啊，还算是软嫩适中，没有到很烂，但是很有弹性。
然后它的那个酱汁，那个泰式的那个酸辣酱汁啊，做的蛮好的，而且蛮入这个鸡肉这个味道，就是酸酸辣辣的，就是很道地很泰式，然后味道蛮调和，蛮刚好的。对，我觉得不错哎。最重点是它这次给的这个鸡肉，我觉得还算蛮大块，虽然饭有点少，然后配菜的话就是像一般泰式一样，就是不注重什么太多配菜，就是一些凉拌的小菜。但整体来讲的话，这个便当我觉得还可以，还不错，就是很道地的泰式风味，然后肉的口感蛮好的，味道也很够味，所以这个我觉得也还算蛮推荐的一个品项。最后的话是他们这一期出的2个御饭团，其中一个，另外一个是鲑鱼的，我觉得比较不特别。那这个是3杯酱爆菇菇的御饭团，它是跟随缘这个泡面品牌合作的这个3杯酱爆菇菇御饭团，帮大家试试看看。吃完这个3杯酱爆菇菇御饭团啊，第一个它的这个味道啊，这个3杯酱的味道，我觉得蛮香的，蛮入味的，就是跟我想的比较不一样，是它的味道是很重很重的那种3杯酱的味道，而且我觉得有一个很加分的一点是，它有一个味道很好，就是它多了一个9层塔的味道。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感觉错啊，但是我觉得有一个蛮香的9层塔味道，就是3杯酱加9层塔这个味道都做得蛮到位的。这个酱配这个御饭团的饭搭配起来超级好吃。但是我觉得稍微小一点的缺点是，它里面这个香菇啊，还是杏鲍菇之类的，它可能不止一种菇类而已，有好几种菇类。对，但它的话切的大小比较小块一点，所以我觉得稍微会影响到它一点点口感。我觉得那个切的大小可能要再大块一点的话，咬起来口感会更棒更好一些。它切的话算是蛮小粒的，差不多玉米粒大小那种小粒而已，所以我觉得有点小。对，但整体来讲的话，以3杯酱再加上这个野菇，就是各种菇类的综合的御饭团，算是比较没有在一般御饭团里面看到，因为一般御饭团都是以海鲜呐，或者说鸡肉为主。那我觉得这个还算蛮新奇、蛮特别的。然后最重点是它的3杯酱，还有加上它9层塔香味，调得很好，很棒。我觉得这个就还算是蛮推荐的一个御饭团。那我们这集全家的最后第2批的新品也都全部介绍完成了。那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去采购。对，那我们这集就到这边了，谢谢大家。